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这个脸色呢不是特别好。这主要是因为最近睡眠不太好，总是听到一些不应该听到的话，看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人。就比如说前几天晚上，我好像是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然后呢，隐隐绰绰中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去看看，去看看。”我想，这黑灯瞎火的是去看什么呢？我循声望去，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好像在指着更远的地方，然后再说：“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他们在说我什么呢？这个身影似乎也注意到了我在注视他，突然间，他回过了头，看到这张脸，我直接就被吓乐了。这脸实在是太熟悉了，我认识。这张脸是太有特点了。是一副标准的斜拔子脸，又称猪腰子脸。拥有这副面孔的，在地球上除了马以外，就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叫朱元璋。朱元璋也看见了我，冲我咧嘴一笑，说：“你看见我了？”我说：“陛下，您这张脸想不看见也很难呢。您这脸这么长，从头顶到下巴开车都得10分钟，而且还不能开次的车，必须是马力强大的，要不然您下巴那部分差不多75度的高坡，一般的车还真爬不上去。”当然了，这些话我是憋在心里，没敢直说。我说出来的是：“陛下，您又出来化缘了。”朱元璋瞪了我一眼，倒是没特别生气。我又赶紧问：“陛下，您在说什么？让我们看什么呀？”朱元璋指着不远处，好像是一个电视屏幕，他说：“他们在讲我的故事，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说我的。来来来，你也和我一起看看吧。”说这话，他的一双大手伸向了我，我猛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醒来以后啊，我就在想，要不要去看看这部剧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可是我现在正在讲着西汉历史呢。最后呢，我觉得我不应该辜负明朝皇帝陛下的所托，所以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暂时放下西汉的历史，一步跨越1400多年，到明朝的洪武、永乐年间，去探寻一下那里的帝王气象，去领略一下那里的山河月明。这段历史相信一定不会令大家失望。如果有的朋友还是觉得应该继续西汉历史的话，大家也知道这不是我的主意，这个呢是朱元璋让我做的。所以如果您有意见的话，请在晚上睡觉前大呼3声朱重八，朱重八，朱重八，相信您在梦中一定会见到那张又长又弯的脸。说起这朱元璋的长相啊，这朱元璋真的长得这么难看吗？这是不是有人恶搞啊？所以呢，就有一种观点说这是清朝人恶搞的，故意丑化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实际上是在抹黑明朝。这个话呢，初听起来是有道理。比如说，有些朱元璋头戴瓜皮帽的画像，有的朋友可能马上就会说，瓜皮帽可并不是清朝的。没错，瓜皮帽呢，并不是清朝的标准装束，而是来自于明朝，首创者正是朱元璋。这个帽子呢，最早是叫六合一统帽，取的是六合一统，天下归一的意思。到了清朝的时候呢，这个帽子还是继续的承继了下来，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老百姓，都戴这种帽子。不过明朝跟清朝的这种帽子呢，还有一点不同。在清朝的时候，在瓜皮帽的正中有一块四方形类似于玉的东西，这个呢叫做帽正，这个在明朝是没有的。所以大家看到有的画像朱元璋戴着瓜皮帽，瓜皮帽上有帽正的，那个一定是清朝人画的。不过很有可能是清朝人照着明朝人的版本画的，也就是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朱元璋这张长脸的画像。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明朝人难道敢恶搞自己的开国皇帝吗？难道他们就不怕治罪吗？这个呢，得看是谁恶搞的。如果是他自己的儿子4子朱棣恶搞的话，那就不好治罪了吧。
在历史上呢，有一种说法是说明世祖朱棣在修《明太祖实录》的时候，故意把他的父亲朱元璋整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他是故意丑化吗？当然不是。朱棣是想把他老爸的脸画成一副天生异象，因为天生异象那才叫帝王之相。这也就是从侧面的来证明他们老朱家得天下的合法性，是天命所授。这个相貌呢，基本上是按照相书上来画的。比如说朱元璋那张长长的向上弯起的脸，象征着五岳朝天，而他的下巴翘起，与他的额头遥遥相望。额头代表着天庭，下巴代表着地阁，这叫天地相望，也是一大吉象。在有些画像中，朱元璋的脸上还长着密密麻麻的黑麻子，据说这也是有讲头的。这是因为汉高祖刘邦也长着很多的麻子，这叫帝王之相。不过呢，就是刘邦这个麻子是长在屁股上，朱棣把这些麻子放到了他老爸的脸上，似乎呢是不太雅，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总不能画一张他老爸的脸，然后呢还要画一个图二，是他老爸的屁股，上面呢还要特别标注，看这里有麻子。那么朱元璋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其实呢，这一点也不难。明朝历代皇帝都有画像，他们都是朱元璋的血脉，所以看朱元璋后代长得什么样子，就知道他自己长得是什么样了。朱元璋应该是一副圆脸，而且在当时来说是一位妥妥的美男子。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画像是被美化了呢？当然是有这种可能。咱们现代人照片的时候，不是也要经常开个美颜吗？但基本的面部轮廓那还是非常写实的。一般来说，宋朝以前帝王的画像呢比较抽象，但是到宋朝以后，帝王的画像都是比较写实的，是值得信赖的。大明王朝是建立于公元1368年的正月，而在这之前的一年，朱元璋就已经开始了北伐，目标就是元大都现在的北京。到了公元1368年7月，叛元军无望的元顺帝特意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就带领着他的臣子和妃嫔们回到了他们祖先最开始发迹的地方。明军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大都，从这一天起，丢失了400多年的幽云16州，终于再一次回归了中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也终告瓦解。明朝立国以后，继续向北元发动了进攻。从公元1368年到公元1390年，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的总共发动了8次进攻，历史上称为洪武北伐。而前几次北伐，明军的主要的统帅就是魏国公徐达。徐达呢是朱元璋的同乡，也是出自于安徽凤阳。他比朱元璋小4岁。朱元璋离开家乡的时候，徐达还是留在家里。后来朱元璋投军到了红巾军的郭子兴部，慢慢的呢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就派他去家乡募军。也就是这次募军，徐达坐到了朱元璋的船上，从此以后，他的命运就与朱元璋的命运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那一年，徐达22岁，朱元璋26岁。后来，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儿子和七弟的排挤，无奈之下，他只带领着24个人去定远发展。这24个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淮西24将，徐达也在其中。其中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花云、花云龙、汤和、胡海，就是评书中的胡大海，还有葛君用，就是葛炳文的父亲。淮西24将最后成为了淮西勋贵，而最后能够得以善终的，不过只有6个人。徐达是自幼习武，打起仗来呢也是特别的勇猛。像他这样的人，在朱元璋的帐下其实不少，
但之所以徐达最后能成为义军的统帅，就在于他非常的善于学习。徐达本身是出身于贫农，他自然是没有文化的，但是每次作战以后，他都要请来一些儒生为他讲解兵法，他再结合作战中的情况加以总结，同时又能从学识字开始，慢慢的他的文化水平也是逐渐的提高。几十年的征战下来，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熟读兵书、颇有韬略的兵中主帅。朱元璋称他为万里长城。虽然功劳很大，地位很高，但徐达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他从不张扬，从来都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非常的正。虽然他与朱元璋是同乡，又一起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年，但是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他一直恪守着君臣的本分，从来不肯僭越一步。朱元璋有时候请他一起喝酒，就跟他说不要拘泥于君臣之礼，咱们就像家里人一样，这是一个家宴。但是徐达不这么看，不管是在朝堂之上，还是与朱元璋在私下里，他永远是把朱元璋奉为君王，礼仪上一点儿也不含糊。有一次啊，朱元璋特意把徐达灌醉，然后让人把徐达呢背到了他以前住的吴王府。朱元璋登基以前是被封为吴王的，所以呢，他有一个吴王府。他让人把徐达放进了吴王府的正室，让徐达睡在了他以前睡的床上，然后呢，自己就在旁边偷偷的观察。过了一会儿，徐达醒了，猛然间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了吴王府，而且睡在了以前朱元璋的床上。他就猛地跳下了床，跪在地上大呼：“死罪，死罪！”这时候在旁边观察的朱元璋不禁偷偷地笑了出来。然后呢，他就在吴王府的对面为徐达盖了一座新的府邸。朱元璋真的一点不猜疑徐达吗？当然不会。不猜疑的话，他何必要将徐达灌醉，又何必自己偷偷观察呢？但徐达的表现让他非常的满意。那么话说回来，或许徐达在醒来的那一刻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朱元璋在试探他，所以他以后的表现自然是会让朱元征满意的。但徐达确实是从来没有反心，他确实是对朱元璋一直是忠心耿耿。他每次出征回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军权全部交给朱元璋，自己就回到府中，也很少与朝中其他官员联系交际。当年胡惟庸想巴结他，还收买了他的一个家人。徐达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他也并没有在朱元璋那里去揭发胡惟庸，只是对朱元璋说，胡惟庸此人不适合做宰相。总的看起来，徐达是一个非常谨慎又能独善其身的这么一个人。他所做的这一切也最终赢得了朱元璋的完全信任。有一次，朱元璋对徐达说自古以来君臣同心，常以姻亲相系，你看咱们能不能结一个亲，我让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徐达当时听完以后，马上是跪地谢恩。这句话就促成了朱徐两家的第一门亲，就是徐达的长女徐氏嫁给了燕王朱棣。徐达总共有4个女儿，他的2女儿和3女儿后来又分别嫁给了朱元璋的第15子和第22子。他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民间传说中叫徐妙锦。关于徐妙锦呢，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慢慢的再说。朱元璋让自己的儿子娶徐家的女儿，除了想紧密两家的关系以外，我想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徐达一生征战无数，但是他不是杀戮，他所辖的部队军纪一向非常严明，对百姓能够做到秋毫无犯。这一点呢，和另外一名知名的将领常遇春有所不同。常遇春脾气暴躁，攻城后经常屠城，而徐达这方面就仁义得多。所以曾经做过和尚的朱元璋或许更加相信因果报应，他相信徐达这样做一定会有福报给他的儿女们，那么自然娶了徐达的女儿，福报也会临到他的儿子们的身上。
到了洪武18年，一生恭谨勤勉，对大明朝、对朱元璋忠心耿耿的徐达，因病在北平去世，他是死于善终。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马上就会问：不对吧？徐达可并不是善终，他也是被朱元璋害死的，是被朱元璋送的征俄害死的。这个呢，我们就要说说征俄的谜案了。征俄谜案是说徐达得了病，他背上长了一个疽，在古代如果长了毒疽的话，那是会死人的。后来经过慢慢的调理，他的病情逐渐的缓解。就在这时候，朱元璋派人给徐达送来了一盘蒸鹅，而且让人看着徐达把这盘蒸鹅吃完。据说蒸鹅是属于发物，而得了背疾的人不能吃发物，吃了会居发身死。徐达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更知道朱元璋的用意，所以他就含泪吃完了这盘烧鹅，不多久就驾鹤归西了。那么真的是这样的吗？徐达真的是被朱元璋派人毒死的吗？首先来说，在明朝的各种史料中并没有这件事情的记载，即使是在清人修的明史中也没有记载过这件事情。大家知道，清朝的人修明史的时候，对明史中的人物是极力的抹黑。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当时主修明史的张廷玉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史呢？这是一个多好的抹黑明朝皇帝的题材，张廷玉怎么会轻轻放过呢？这个故事呢，最早是出自于徐祯卿的《简圣野文》。徐祯卿是明朝中晚期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曾与文征明著芝山唐寅并称为4大才子。他写的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明初的一些故事，但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说，其中所载多有不经之事，就是记载的事情不太考究，有点像现在的段子。而且在这本书里头，他也并没有提到徐达是吃蒸鹅而死，只是说徐达病了以后稍有好转的时候，朱元璋忽赐宴，徐达吃了以后就死了，等于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到后来清朝的史学家赵翼在他的《24史札记》中又提到了这件事，提到了徐达是吃了朱元璋所赐的蒸鹅而死。因为赵翼在史学界的地位，所以呢，这个故事就这样被以讹传讹，慢慢的传的就像真的是这样的。有些认为这件事情不实的人，也将罪责归到了赵翼身上，说赵翼是清朝人，是在故意抹黑明朝。其实这真是冤枉了赵老先生了。赵翼在转述完这个故事以后，还写了一句话，却不知怎么的被有意或者是无心的忽略了。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以上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赵翼根本就不相信，但是却被后人断章取义，成了赵翼为蒸鹅事件做了背书。说起这位清朝的史学家赵翼，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我也曾经提到过。如果大家对他还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提几句他写的诗，大家一定有印象。像这首《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还有那句大家更熟悉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所谓的徐达被蒸鹅所杀事件呢，纯属子虚乌有，充其量这只能算是一个民间传说，算是一个段子。被疽其实就是一种细菌啊或者微生物感染，在古代呢没有消炎药，所以呢确实严重起来会致命。古代也有很多名人死于这种病，比如说项羽的谋士范增、刘表。但是食用鹅肉会不会导致这种疽病发作？这个呢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鹅是发物，也是没有根据的。
再说了，如果朱元璋真的想杀徐达的话，他想要找的理由太多了。当年的李善长案株连了这么多人，如果想让这些污水泼到徐达的身上，也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杀人不需要搞那些弯弯绕绕的事情。在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真恶，那么这会不会是剧作者埋下的一个伏笔，最后会发展成徐达死于真恶的事情呢？我希望不会这样，历史本身已经是足够精彩了，没必要增加这些花花草草的东西，哗众取宠。徐达去世的时候是54岁，得知了徐达的死讯，一向劳模的朱元璋临时辍朝，亲临吊唁，见到徐达遗体以后是悲痛不已。所谓的痛，在古文中指的是大哭的意思。《论语》中曾经提到颜渊死，子哭之痛，就是大哭，所以朱元璋是非常的伤心。徐达最后是葬在了南京的紫金山北路，朱元璋亲自撰写了墓碑碑文。更令人惊奇的是，徐达墓的神道墓碑居然高达8.95米。在明朝的时候，一般来说，功臣死后封王，墓碑可达9尺，也就是3米多。但徐达的墓竟然高达将近9米。更加令人无法解释的是，后来朱元璋自己的墓不过才有8.78米，而再以后明成祖朱棣的墓也不到8米。一生对大明朝忠心耿耿的徐达，可能在九泉之下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2个儿子最后竟然一个被明朝的皇帝所杀，另外一个被明朝的皇帝所囚禁。徐达总共有4个儿子，其中他的长子徐辉祖在靖难之变中是站在了建文帝的这一边，而他的最小的儿子徐增寿却和他的姐夫当时的燕王朱棣站在了一起。虽然他们2个人当时都在建文帝的朝堂之上，但大哥徐辉祖是建文帝坚定的支持者，而他的4弟徐增寿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最后的结果是建文帝亲手杀死了徐增寿，而靖难以后成功上位的朱棣则将他的大哥徐辉祖幽禁于家中。5年以后，徐辉祖抑郁而终。朱棣没有当时立即杀了徐辉祖，也算是给足了徐达以及他的皇后徐氏的面子，而且他还不顾徐皇后的反对，执意给他的4弟徐增寿封为了国公，这样徐家一门就出了2位国公。从这个角度来说，徐达在九泉之下也算是可以瞑目了。徐达在洪武北伐期间，战场上的主要对手就是北元的大将王保保。王保保还有一个蒙古的名字叫阔阔铁木儿，有很多人，包括当时的明朝人，都认为王保保是个汉人，还骂他数典忘宗。但其实王保保是很冤的。据前几年出土的王保保墓碑载明，他是一个100%的蒙古人。王保保不过就是他的一个汉名，他真实的名字就是阔阔铁木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可以说王保保在当时的元朝来说，就是他们大厦江青时期的中流砥柱。王保保很会用兵，他与徐达作战是互有胜负。朱元璋曾经说他是世间奇男子，也一直希望能把他收为己用。在一次作战以后，明军俘获了王保保的妹妹，朱元璋为了拉拢王保保，就把他的妹妹嫁给了自己的次子朱赏。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字很生僻，其实更生僻的还在后面。朱元璋给他的子孙取名字呀，有一个规则，他的儿子都是2个字，比如说太子朱标和4子朱棣，以及在剧中经常跟在朱棣后面的那个12子朱柏。从朱元璋的孙子辈开始，名字都是3个字。第2个字，朱元璋已经给他们定好了。朱元璋总共有24个儿子，他给每个儿子都给了20个字。比如说，给他的4子朱棣的20个字，前5个字就是高瞻齐建佑。朱棣的后代的名字的第2个字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走。
比如说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就是第一个高，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就是第二个字展。太子朱标的后代也是这样，也是遵循这特定的20个字的顺序。比如说，他的前5个字依序应该是允、文、尊、祖、训，所以朱标的儿子就是建文帝朱允文，他的孙子其中有一个叫朱文圭的。所有后代子孙名字的第3个字，朱元璋也做了规定。这个规定呢，是说这个第3个字的偏旁中一定要带有5行。而且呢，次序依次为火、土、金、水、木。朱棣也好，朱标也好，他们的偏旁都是木，所以下一代一定是火。比如说，朱标的儿子朱允文是一个火字边，朱棣的儿子朱高炽也是一个火字边。那也就是说，通过偏旁就可以确定这2个人是不是一个辈分的。可问题是，有5行偏旁的字毕竟是有限的。在朱家的前几代还好说，到后来这样的字是越来越难找，所以朱氏的后人就只好造字。最后整的是朱家的家谱就像元素周期表似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泄露天机，导致天雨粟，鬼夜哭。而朱家子孙造字呢，则是将天神给逗乐了。不过这样做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后世中哪些人具有朱家的皇室血统。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大文学家朱自清，就可以考证出他具有大明王朝的皇室血统。他的先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朱元璋的12子朱柏，而朱元璋的第18子闵王朱骈，他的后代也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元璋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不光喜欢给人起名字，还喜欢给国起名字。比如说中国的近邻朝鲜这个名字就是朱元璋给起的。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当时在朝鲜半岛上是有一个高丽王国，国王姓王。元朝强大的时候就征服了高丽王国，高丽王国也就成了元朝的附属国。不过虽然元人是这块土地的征服者，但他对高丽人却是非常的礼遇。元朝也是采取和亲的政策，他的公主不断的嫁到了这块土地上，嫁过去的公主自然就是王后，王后生的孩子自然会继承王位。所以后来高丽王国的很多的国王，他们身上都具有着元人的血统。来而不往非礼也，高丽国呢也向元朝进贡一些美女。当然了，这些美女呢到了元朝只能做宫女，不可能做皇后或者妃嫔。其中有一位姓齐的女子被进贡到元朝以后，在宫里做了掌茶宫女，在宫里呢负责端茶倒水。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齐皇后，也就是元顺帝的第2任皇后。她与元顺帝还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被立为了太子。元顺帝以后登基就是元昭帝。元朝本来是有一个祖训，说高丽人不可以做皇后，如果高丽人做了皇后，那会亡国的。这位齐皇后果然就让这句话应验了，她后来真的被立为了皇后。从此以后，元朝的皇室内部是纷争不断，父子相争，最终导致了元朝的灭亡。我记得韩国好像有一部电视剧就专门描写这位齐皇后，对她自然是大加歌颂，但我想元朝人对此肯定不太同意。王保保当时拥护的就是这位齐皇后的儿子，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元昭帝。明朝建立以后呢，势力越来越大，这时候的高丽王国内就分成了2派，一派呢是那些具有元人血统的贵族们，他们希望高丽国继续的依附北元；另外一派呢则认为应该依附更为强大的明朝。后来终于拥明派占了上风，高丽国决定依附于明朝。当时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很高兴，就派了自己的特使带着很多的财物去出访朝鲜，接受他们的附庸。不过当时高丽国的拥元派的势力依然在，这些人就杀死了明朝的使者。
朱元璋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当时高丽王国的国君辛丧本来是想向明朝请求一个谥号，盛怒之下的朱元璋决定不给这个辛丧国君赋予谥号，而且对他的新任国君也不予承认。这样，明朝与高丽国的关系就基本上决裂了。高丽国又重新依附于北元。后来洪武北伐，蓝玉呢率领大军占领了赵本山眼中的大城市铁岭。当时的铁岭是元朝与高丽国的分界线，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所以呢，当时这个高丽的新国王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想让朱元璋把铁岭交还给高丽国。朱元璋当然是不答应。这位年轻的国王觉得自己高丽国很厉害，于是就派遣着4万大军来挑战蓝玉的20万大军。而高丽国领军的将领叫李成桂。高丽的小国王不自量力，李成桂心里还是有数的。他知道明军强大，自己如果真的打的话，那此战毕竟是高丽国亡国之战。所以李成桂干脆就反戈一击，杀死了那个叫辛于的小国王。取得政权以后，他首先宣布依附于大明朝，彻底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而且呢，他也不想再沿用高丽以前的名称了，于是就奏请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希望皇帝给他们赐一个新的国名。朱元璋想了想，调动了全身上下数得过来的几个文学细胞，又起了一个朝鲜这个名字，寓意就是朝日鲜明之国。朝鲜也从此进入了李氏朝鲜的时代。不好意思，好像又跑题了。咱们继续来说王保保的妹妹。王保保的妹妹嫁给朱赏以后呢，朱赏一点也不喜欢她。从嫁给朱赏的第一天起，朱赏就把她直接幽禁了起来。朱赏后来还娶了一个次妃，她是名将邓玉的女儿。这位邓妃后来因为嫉妒而自杀。朱赏差不多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而这时候王保保已经死了，王保保的妹妹自然也就没有了任何的利用价值。于是朱元璋就命令他为他的儿子朱赏殉葬。所以说，历史上的王保保的妹妹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剧性的人物。她从来没有一天得到过她丈夫的爱。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囚禁着；她丈夫死的时候，她却要为之殉葬。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最后嫁给了张无忌的那位赵敏姑娘的历史原型，就是王保保的妹妹，这个可怜的女子。王保保曾经率军重创了明军的李文忠部，这一战呢，也被元朝人称为中兴之战。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在那以后，王保保就罕有耀眼的战绩。后来在洪武8年或者9年去世，死因不详。大明朝立国21年以后，也就是洪武21年，明朝大将蓝玉率领着15万明军深入大漠，攻到了普约尔海，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在那里与北元的残余势力进行了最后一场大战，结果明军大胜。此战以后，曾经创立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被彻底的赶下了蒙古草原的领导地位，蒙古又恢复鞑靼的旧名，从此又陷入了一片分裂之中。再到后来就是瓦剌部的崛起，再到后来就是土木堡之变。而那位完成了封狼居胥这样伟大壮举的蓝玉将军，在他巅峰以后也卷入了蓝玉大案，被朱元璋所杀。蓝玉是常遇春的七弟，是朱标太子妃常氏的舅舅。设想如果朱标还在世的话，蓝玉或许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可惜在洪武18年，朱标就已经去世了。那么朱标又是怎么死的？是正常死亡，还是被人害死的？如果是被人害死的话，那害死他的人是他的弟弟们中的一个，还是他的父亲朱元璋？这又是一个谜。咱们下期接着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